昨天我在一个老太太那里2000块钱收过来一个带笼的银元。哦，我这上网一查，价格高的不得了啊，哥！你还真别说，你这个确实是一块带笼的银元，这个是袁世凯帝王装一照币，如果对的话，价值确实不可小觑。哥们儿，你是干啥嘞？我提的就是收破烂的。哦，我这用手一夹，使劲用，吹一口气，纸一听白麦都是银的。哦，所以才给他收过来。哎呀，你这个银元啊，确实是银的。你看这外边形成的都有包浆了，通过银色看的话，并不是太老。一般这种一照币啊，大多数都是民国那时候的产物，在我们个人家里边啊，极其罕见。如果真是家传的话，别人怎么那么便宜卖给你嘞？刚开始他要了可不便宜。哦，我这伶牙俐齿的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哦，几个回合下来就得把夸晕了。那是嘞，你这嘴皮子确实挺溜的。好在你买的时间不长，昨天到今天还不到24小时，你这抓紧时间，还给他还回去吧。这老板咋这样呢？这银元好不容易给你拿过来了，在城中八路上买的。你现在让我找谁去？哦，我完全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了。你想想，你买的这个银元啊，都没在家里边交易，在半道上买的话，这事儿很有蹊跷啊。你说卖东西谁会在半道上卖嘞？还有就是你这一个收破烂呢，你对银元它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啊。仅凭你吹响听音儿，只能判断这个银元是银子，并不能说明啊它就是过去的老货呀。你说这话多少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。没有，我并不生气啊。我在网上已经问过专家了。他们说一致认为是真币。价值大概在50万左右。这个东西实物都没看到，价值多少钱都给你估出了个差不多，这只能说太不靠谱了。你可能对网上高价估价陷阱不了解，他们这帮人啊，就借助你什么都不懂，以高价的形式啊，趁机来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。就拿你这个银元来说啊，2000的成本价，我说实话，他能忽悠你好几千的鉴定费。只要能帮我卖50万，我再多点钱也无所谓。好歹这也是一块龙洋。哎呀，像你这种心态的人啊，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。我来跟你说一下这块银元啊，它这个是属于一照币。一照币啊，就是在民国那时候啊，我们个人通过想象，联合造币厂做出来的银元，也就是说不属于流通货币。你搁现在来说，发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藏，所以市面上大家都没有见过，加上它也没什么面值。你即使拿出去消费啊，在当时也没人要，所以综合当时这么一个银本位的背景下，一照币它的铸造量并不是太大，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购买，所以你这个一照里啊，它这个存世量也不是太多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。量少的意思就是值钱。对，本身带笼的银元就比较少见。你说的也正好相反，军阀币里边其实有一个原像飞龙。那个版的正面就是一条飞龙，属于袁世凯头像里边最贵的。因为一照币它不比军阀币，因为军阀币啊被大家认可，一照币玩的人不多，再加上你这个银元，我看并不开门，币面各方面压力并不太足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太软了。其实一照币它也是正规造币厂做出来的东西，千不改万不改，你就是放个几十年也不至于说压力还有包浆，它是这样的不堪检验啊。说实话，你的鉴定结果，我是各种不服。能吹响那都是真银元。专家都鉴定了。给我50万，你还说假？你这表示不服气，我也没办法，咱俩也不抬杠。我说假，也没否定它不是银的，只不过各方面看着不倒带而已。跟你说了那么多，其实我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的。本身2000块钱都已经打水漂了，你再幻想着去卖几十万。只会让你这个口袋里边的钱啊越掉越多，东西还是你的，你千万可别为了这块币再多花冤枉钱了。算了，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的鉴定结果。我还得找专家老老实卖我的50万去。好吧，慎重啊，兄弟。一般人我可不敢让他看人家祖传的金锭。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，你帮我看这2斤的金锭值多少？黄金即使涨价，一般祖传下来的东西也不能乱卖啊。黄金的金锭，真大个都是才2斤重吗？我用俺家卖菜称过了，2斤还高一点嘞。大概重量是2斤多，是不是得用电子秤精确到0.0几？精确到0.0几倒不必，即使你这个锭子是黄金啊，
绝对不能按重量去算。我看你这个钉子保存的挺好，背面你看还带蜂窝，确实有些地方泛黄了。字面刻了有25两的铭文，这谁告诉你是金锭啊？这俺妈告诉我嘞。哦，其实这个之前是俺老太爷留下来的。农村人不知道这咋放，之前都放房梁上面。你在哪放着都无所谓，只要安全就行了。因为在古代啊，黄金无大锭，也就是像这么大个的金锭啊，基本上没有。你这一个女孩拿过来，这是咋回事？我今年才大学毕业，准备在城里面买套房。俺妈都把这个金锭交给我了，说卖了看看能不能买套房子。那如果是金锭的话，全国各地范围内都可以买房。但是你这个我看着并不是什么金锭啊，这上面泛黄，其实就是它的褒奖，所以你这心里边得有一个准备。其实吧，我看中了城里面一套复式300平的房子。卖房的销售他见过我这个金锭，愿意用一套复式换我这个金锭。我害怕吃亏，所以来找你估估价。你看那个复式多少钱？150万。150符合咱们这里边的房价。有2个问题你得搞清楚：卖房的销售他是否懂金锭？他好像懂吧？如果懂的话，恐怕不会给你换了。另外就是你这个金锭的实际价值。价值我是这样想的，2斤1000克，按500克，按500块钱一克，也就是50万块钱的金价。再加上它的股东价值150万也差不多了。如果真是金锭的话，你预估了后面再加2个零。真的吗？那多吗？对啊，我只是给你打个比方而已。很可惜啊，你这个确实不是金锭。第一，重量不对称，像这么大个你看又有那么厚，别说2斤了，3斤4斤，黄金还是有了，因为黄金的密度嘛比较重。第二就是黄金它不会氧化，你在这个化学课上应该学过吧？我学的是文科，对这个不太懂。你不懂，我来告诉你啊，黄金无论放多少年，它是不存在生锈变色的。表面你看啊，看起来泛黄，但是实际它却不是真正的黄金。第三，如果你这个是金锭的话，绝对不会有这种蜂窝，一般只有银锭在浇铸的过程中，由于温度的差异才会形成蜂窝。最后一点就是你这个钉子上面刻了铭文，虽然说这个字体整体上看上去有点潦草，来看一下这几个字，细银。过去的细银就相当于是纯银的意思，重量是25两，所以综合而言，你这个并非是什么金锭，而是25两重的银锭一个。不会吧？这怎么可能是银锭嘞？你再帮我好好看看，这个东西究竟能值多少钱？从金到银这个价格就大打折扣了。银子自古以来它都很便宜，1000多克的话，加上股东的溢价，现在我大概估一下，也就1万多块钱的样子。才1万多块钱？对。那这买房子的话太少了。那肯定了。那个卖房的销售，如果他应该不懂，如果他执意要换的话，我不用考虑，我直接给他换了。你拉倒吧，一个房产销售，你想想他手里边能有多少钱？你知道鉴定？难道他拿着你的金锭，他都不知道鉴定吗？对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他有可能是自己收藏的，我再去找找，我再去找他碰碰运气试试。1万的东西他为了这个东西能会给你买150万的房子吗？我感觉你还是谨慎一点为好，别付完首付之后，对吧？这个金锭他再不要了，那你就麻烦了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再说吧，我找他去。谢谢老板。没事。俺母还没有我聪明呢。你既然比我能挣钱，你看看我这10根金条顶100万不顶？大爷，你这哪是啥金条这想卖100万有点难啊。看样子这倒像是银条，这东西哪来的？昨天俺发小提炼的。他说这一根给我顶25万。你要说多软网子，软得很。不是白金，这是啥东西？你自己看看。软就对了。你像我们常见的银子，它也比较软。白金我们一般人提炼不出来。看层是像银子，那发小这个人确实聪明，应该是他工具有限，他这个提炼的造型可以看出来，一根25万夸张了。那发小是干啥的呀？他都是一个平常的电工，这几年跨界了，干起了收破家电的生意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发大财现在。那是嘞，人这个聪明与否无所谓，只要脚踏实地能干一行爱一行，时间长了，对吧？沉淀下来了。都能挣钱。
你也别给我生这个。没有啊，他一个的普通电工，平常收点破旧家电，他还能他还没我聪明的，说实话嘞，他凭啥穿名牌开小汽车坐高楼哎？哎，大爷，你这很明显是羡慕嫉妒恨了。人聪明啊，得用到这个正点子上，对吧？电工是他的一门手艺，收破烂里边大有文章。你像各种电器里边含了有金、有银、有铜。哎，这些银条8成就是他从那个接触点上取下来的。我今个拿到4根，你知道他家里有几十个人，一根顶25万，几十个人都顶几百万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25万一根太夸张了，这一根半斤左右呗，4根也就2斤重。现在的银子你也知道，才几块钱一颗，对吧？除去成本，反正是有钱挣，但绝对不像你想的这几百万之多。你别羡慕，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。你别误会啊！没误会。他说他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哎，有没有可能是古董？是不是过去白金？你看看。你大爷，你打住吧！你拿的这4个是银条，绝对不是过去的白金。过去没有白金，现在提炼白金啊，温度较高，我们个人啊，尤其是能发酵，水平啊、功率啊都有限，而且这颜色比重都不对，所以不是白金，是银子。你这聪明，你应该能看出来啊！我们昨天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啊，反正他说现在他手里有钱的很准备到年底在县城里买楼买房。这是不是他偷别人的家里东西？大爷，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。如果说是过去的古董啊，根本不可能。第一个，你像这个古董材质没有这样式的，这一看啊就是个人熔炼的。第二，同样是银子，如果说他拿别人的古董啊，价值比这个高几十几百倍。第三个，提炼的银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这半斤啊得从那个废料中提炼出来，得几十几百个那个旧家电。哎，说实话，在县城买房有可能能发小啊吹牛，反正有这里边的因素。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他这几年都说挣到钱了反正我感觉我这里面有问题。这能有啥问题？无非他就是在你面前炫富了而已。你想想，一个收破烂的，无非对吧？他也就是他的家当也就那几十个人这银子。哎，这4根我给你按2斤1000克算，6块钱一颗，这4根最多也就几千块钱。才几千块钱？对，真的假的？你真的，我吓我一跳啊！我还以为是几十万呢。没有。我想他也不可能发财啊。他听你这话意思，你这是失望还是开心嘞？这朋友发财不好吗？是不是？他吹牛就行不行啊？吹牛不行，真发财也就算了啊！我回去得好好的羞辱羞辱你这家伙。你的心态我看大爷，你的心态有问题。给这东西还拿回去，我还还给他了，还还给他，羞辱都算了啊。好。不是我看不起俺公公婆婆啊，拿2块带龙的银元当压岁钱送给俺俩姑娘，这是典型的看不起我，这是。人这里边是不是有啥误会？现在带龙的银元可不便宜啊！来，我看看啥呢？就这点银子，它能贵到哪去？关键是送给女孩子不合适女孩子就应该送那种带凤凰的呀，那种。你这2块确实是龙样，一块北洋，一块甲辰，状态还不错。你可能对银元不懂，这个银元啊，压根儿就没那种带凤凰的。我都不知道该咋跟你说了，你先看看真假吧。别咱俩这说了半天，在这家里就尴尬了。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，这2块龙样都已经评级入盒了。这搁着盒子看的话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，而且2块龙样啊，这状态还不错。拿这2个给孩子当压岁钱，绝对是大材小用了。再说了，爷爷咋可能会忽悠自己的亲孙女呢？不加油咋着嘞？这明显是给俺姑娘就是在针对我。你都不知道，俺公公婆婆总是针对我。针对你，这是不是你多想了？如果公婆针对你的话，他就不可能送给孩子2个带龙的银元了。现在这种带龙的银元可不便宜啊！你别提这带龙的事儿了，提起来我就气得直跺脚。我就是给他生了2姑娘，他拿这俩带龙的，他就讽刺我嘞。现在观念都放开了，生男生女啊，其实都一样。你说到讽刺啊，其实真没有任何依据，因为过去你看清朝的银元，基本上都是这种带龙的，
在过去啊，这种银元就是当时的流通货币，就相当于是钱，并没有男女之分，也没有那种像你说的带龙的了啥了，你误会了。我嘴皮子也说不过你，我就是感觉他在针对我。哦，人家当长辈的都是包500的大红包，你看看这一个值不值200？200肯定现在买不到，你不要总感觉这个银子不值钱，这可比500的大红包强多了。你现在随便买一块冤大头都得1000多，因为这个北洋啊和这个甲辰相比，存世量大嘞，其实是这种甲辰。甲辰啊是典型的江南8个有纪年里边发行量最多的。甲辰有一个特征，在8个有纪年里边啊，壁面是属于全身大，尤其是你这个，你看字面也是全身大，而它这个龙鳞呢，也算是非常漂亮，可以说是没什么磨损，满龙鳞，壁面多少有一点包浆吧，反正我是没看到任何毛病。仅凭你这个状态给你估价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啊，4000块钱绰绰有余。4000？对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呀！你没有跟我公婆一起忽悠我吧？没有。这么点银子能值这么多钱吗？你听你说这话吧。说，趁热了，快说说。没事，那公婆说实话是谁我都不认识。再说了，这银元他也不按银价来算啊。我感觉这个北洋也真没必要给你再说，因为这个北洋比着甲辰啊，这个北洋是属于中央龙，甲辰呢是属于地方的省龙。北洋龙它这个斑啊分的比较多，而你这个是典型的长尾龙，高额头全龙鳞，满字口，你看壁面多少还带一点底光，也算是通货里边状态最好的了。因为没有大班的员工，初步给你估价的话，大概在4000左右。哟，那相当于给了俩孩子8000的压岁钱。对。那我总还感觉哪不对劲儿。那好像意思就是暗指我生俩姑娘的事儿。你这想太多了，你这想法是无中生有。你这看不起这俩银元的理由太奇葩了，因为爷爷送给孙女的银元啊，它就是一个压岁钱而已，你不要过度想象就行了。反正里面就是有问题。值多少钱我也看不起我公婆。眼不见为净。俩银元留给你吧。你这俩银元我真要不了。我给你鉴定半天，说实话鉴定的太曲折了。这么说你都带着对吧偏见、顽固不化的思想，咱俩没法做生意。来，不要算了，我可不要听你磨叽。好吧。哎，我拦都拦不住啊！这俺儿媳妇，非得拿着给他妈去加工用银手镯。这是我给俺孙女换的。说实话，用这些老银锭去加工银手镯太可惜了。虽说都是一些素锭，但好歹你看保存的都比较完整。看来那儿媳妇啥都不懂啊。俺儿媳妇她年轻，她不懂的。这俺亲家他那年纪了，他啥不懂哎。这一个卖几十万，那不知道吗？几十万一个有点太夸张了。我看你这些都是素锭，锭面上没有铭文。这种锭子在过去啊，都是小银炉自己倒出来的，普遍没有大银炉的含银量高。在过去啊，认可度低一些，和银元一样，相当于是不带斑，存世量大一些。但是毁坏加工银手镯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俺亲家他爱臭美。他上云南去旅游一趟。他看你那个少数民族戴的那个镯子又粗又大。他冲着俺媳妇非得叫给他加工大手镯。其实这个手镯啊，越粗越重，越不适合老年人戴。你旅游看到别人戴那么重的手镯啊，人家那是隐士，就好比我们穿的礼服一样，只有过节或者是表演的时候穿戴。这一堆加工一对银手镯的话，这个人看我这看得有2-3斤，那戴上那还不够受罪的嘞。对呀，俺亲家他都是想一出是一出。实际上他还没有钱。他都冲着俺儿媳妇，叫俺儿媳妇给他办。你了解那亲家是一个啥人都行了，他应该是典型的爱慕虚荣。好在你这些银锭还没毁坏，不然啊，真的你就再抱怨，说实话也来不及了。这我新闻我去的早啊，我得去晚一会儿。那个加工银手镯的那个师傅，他都给我说话了。你看这一个都烧成这样来了。哎呀，都可以理解。不是谁的东西，谁也不操心。首先，你没告诉那儿媳妇这些银锭的价值，他就认为啊，就是普通的银子。而那亲家嘞，一心想戴大可重的手镯，他就拿到这个首饰加工店准备做首饰。而首饰店的老板呢，这一心啊，只想为了挣钱，他肯定也不管3钱而已了。
哎，你这放谁说不是挣钱不挣啊？是不是？谁也不会说把顾客往外边轰。我也想明白了。这卖我叫他卖了他。卖了我手里换个几十万块钱不香吗？几十万确实你这一堆真卖不了，因为你这些银锭啊都是2两、3两、5两的锭子，在过去啊太常见了，加上你看银锭没有铭文，价钱啊还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贵。你也别蒙我啊！这是正儿八经的，这是俺祖传下来的，这是传了几辈了。那年爷子都是卖的几十万一个。哎，我没蒙你大爷，只要是像你这种银锭，确实都是过去祖传下来的东西。这个大小、重量、形状、品相不一样，价格啊区别很大。你不要盯着网上那几十万一个的锭子，你这些和他们区别很大。几十万一个了，都是那种50两的官锭，重量上来比了，就比你这，是你的20-30倍之多。大小的话，我这一只手，一次只能拿一个。50两的官锭，人家锭面上，字口清晰，包浆温润，定型漂亮，它自然有人愿意出几十万买回去玩。而你的这些，从观赏程度上，你自己来看看，这锭面太丑了，要形没形，而且嘞还没字口。我这含银量高啊，正儿八经的这是雪花银啊，正儿八经的这是老古董。你说的对，就是因为你这些银锭是过去的，至于它这个含银量，其实就是雪花银，确实是雪花银，但是银子不争气的是啥吧？就是它这个价格一直没涨上去。你像现在的银子，才6块钱一颗。你多少有点古董的属性，所以你这些银锭现在大概啊也就几千块钱吧。你可拉倒吧啊！你才给我几千块钱？对，嘿嘿，这我这管卖几十万了，你给我几千块钱啊？几十万恐怕现在有点难，不过没关系，你慢慢等，早晚有上涨的那一天。银锭还放好，千万别再交给那儿媳妇了，这回外加工金手镯太可以了。我叫你看的意思，我都是说的，关键给你呢，你给我的太少了。这几十万真弄不成人，给你还收起来，我都搁还放进来。对。今天3·8女人节嘞啊，没想到呀，俺对象送我一份厚礼哦。你看他家这个传家宝能值几十万。你别闹了。这是啥传家宝啊？我看着像一个银砖，这几十万的股价从何而来？因为是古董呀。刚开始给我的时候可没有这么白呀。我花了100块钱，专门请那个焊那个防盗窗的师傅，帮我又烧红洗白了。你一点收藏常识都不懂啊！它即便是古董，这外边的包浆被你一烧也给烧残了。看造型和古董挂不上边儿，因为过去的银砖银锭没有长这样来。而且这上面也没有落款，那对象跟你的时候咋说的？他说要送给我一个惊喜，给钱买手镯都太俗了。他说真情恒久远，白金来相伴，就把这块金砖送给我了。那这个对象确实油嘴滑舌的，他这个语言艺术表达的淋漓尽致。人家都说宁毁3座庙，不毁张婚，你这东西我没法给你鉴定。你就实话实说就行了。我准备把这个传家宝卖了，给我弟弟付个新房的首付，看能值几十万吧。那卖男友的传家宝给弟弟付首付，你这想法很危险。别说你没结婚，你就是结婚了，拿着男友家的传家宝去帮娘家人，这很容易造成你们情侣之间感情不和。谢谢您的提醒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对，但是我找对象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像我一样帮我弟弟一把，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太好。你这是典型的伏地魔，你即使对吧？你知道和弟弟亲，帮弟弟带有度，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，尽量和男朋友商量着帮。何况你这还没结婚，你就要变卖男友家的传家宝，首付几十万也不是小钱啊！你可不能因为帮弟弟影响到你自己的感情了。结婚之前我就这么一个心愿，先不敢那么多了，你就直接帮我变现几十万嘛，帮我弟弟先付这个首付，然后我再告诉他。你这种行为是属于先斩后奏，很强势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很鲁莽。但是好在你这个并不是古董，更不是白金，白金分为8金、铂金。第一个颜色，这个白金不长这样，没有这么白，
主印在高温的情况下越烧越白，而铂金、钯金它是越烧越黑的。你看那个焊防盗桩的那个火，它也烧不化白金。从颜色上看不是白金。另外从重量上来区分，咱先称一下重量。这只有520克，520克真是白金中的任何一种，密度啊，其实它和黄金不相上下。所以说，从这2个点否定，这就不是白金，不是白金。对，那就太失望了。人家都说白金贵，那这一次钱恐怕不好凑了。好歹是个股东，你帮我估估价吧。是白金恐怕也值不了多少钱，因为现在的白金啊都很便宜。另外你说的是股东，可能会让你更失望，因为过去银锭啊它不长这样啊，这上面也没什么落款，也就无从考究了。这东西你看也烧白了，烧白反而看得更清楚。我看也就是一块银砖，含银量能看到99%以上，就这么点的重量1斤。说实话，刚开始我也怕你听到价值啊，跟你对象闹别扭，这我也不敢给你鉴定估价。现在这个银价你就按6块钱一克，1斤乘以6，大概这个价值也就几千块钱。不会就是这么一点钱吧？对呀，你这说出去，恐怕得让人笑掉大牙。别说给我弟弟买房了，就是答应送他最新款手机也不够买的呀。对呀，你不要过分的宠爱恁弟弟啊，又是付首付，又是买新款手机，你这样许来许去啊，只会给你平添压力。再说了，今天也不是什么重大的节日，好歹说实话，这个银砖也值点钱，也算是恁对象的一番心意吧。咦，这点钱太丢人了。这我马上卖了，我还得去找他的麻烦啊！必须得让他给我弟弟买房。都给你搁这吧。这个东西我真要不了，好歹啊，这是恁对象的传家宝，你这唐突的给他卖了，再去给他干一架，太划不来了。既然不值钱，你倒不如不动声色了，给他拿回去，还还给他。你算了，我让你看上他了啊，没事。我这回去呗，我还得找他的事儿。哎，冷静处理就行了，冷静处理。好，谢谢你。没事没事。咱哥这有一个清朝的小金锭，你看这上面它都生锈了。你说它能卖500万吗？你这想卖500万，你不是闹着玩的吧？你见过谁家的金锭会生锈啊？再说，这也到不了清代啊。哎，你帮我看清楚。我哥都找了很多专家看过了。这都是清代的黄金官锭。有很多专家啊，都是忽悠你口袋钱嘞。清代官锭的话，只有银锭，因为过去是银本位。像黄金的话，市面上少之又少。假如是官锭的话，这上面必须有落款。况且你这个造型比较粗糙，再说黄金也不会生锈啊。哎，我看着这个金元宝也不咋的。但是俺哥他心里比较真。为了这一个金锭，2年花光了他10万的积蓄。哎呀，那哥这是典型的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了。他之所以花光10万的积蓄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卖500万。哎，可被你说着了。专家刚开始估价是100万。找更高级的专家辗转不同的城市，现在说值500万了。哎呀，不能怪恁哥信以为真，完全是他中了别人的圈套。因为像我们普通人啊，普遍文化程度不高，加上都有一个捡漏发大财的心理，再加上近些年来网络的普及，大家手里边都有电脑、手机，啪，正反面拍几张照片，打开网页找专家一咨询估价。当上百万、几百万价值出现的时候啊，你说谁能不心动呢？给你估个100万、500万了，他们只是动动嘴，恁搁这花个10万、8万的小钱，马上几百万就到手了，他肯定愿意花啊。哎，对，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。让我先资助他10万，挣了500万，将来准备分我100万。哎呀，你看我刚才给你讲了那么多专家的套路啊，结果你这10万也花了，对吧？关键是500万，他也给你卖不了啊。因为人家挣的呀，就是你的无知的钱。哎，我感觉也有点不靠谱。所以来问问你，这个金锭其实他就是在收破烂的那里50块钱买回来的。你都感觉不靠谱了吧？收破烂的那50块钱买来，他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卖500万。像这种人啊，你借他10万，那钱就相当于打水漂了。第一，他这个材质100%不是黄金，因为黄金啊不会氧化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刚才你也说它生锈了，这确实是生锈了，而且黄金的颜色也不带有这么暗淡了，还有比重也不对，这么大一个的黄金，少说带有2000百克吧，你这拖着100克一大关。第二，真正能价值上百万、几百万了，它必须肯定一点的，得是古董啊。
因为只有古董的属性才会有相应的价值。你看你拿过来的这个做工太粗糙了，尤其是它底部这里，你看这里有孔洞，这说明它不是黄金，而且也不老。过去的这种钉子通常都是鎏金，无花无印，自然也就没什么收藏价值。我看也就是现代的低质工艺品而已，大概市场价几十块钱吧。啊，不费吧？按你说的话，这不值钱啊。对。恐怕我说出去，俺哥肯定是不相信，因为他还准备靠这个发财嘞。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咱俩都是旁观者，恁哥就属于当局者。既然他为了对吧几十块钱的钉子，已经浪费了2年的时间，辗转多地也花了10万块钱了，现在他还想给你借钱，对吧？说明他还执迷不悟嘞，对吧？你千万别当真，别借给他钱。那个卖泡链的告诉他是金锭，说收的地主家的嘞。要不是年纪大不方便，就自个儿去卖去了。他说这话，恁哥对吧？才掏钱买嘞。如果真是清代的小金锭，你想想，人家为什么几十块钱卖给恁哥嘞？对不对？你站在恁亲兄妹的关系上考虑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千万别借给他钱，对吧？再去花冤枉钱也没啥意义，老老实实的。让他找份工作，放弃这个金锭，确实是假的。好，那行吧。我把你的话原话给他说说。对，听不听那是他的事儿。对，尽量的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好，行，谢谢你了。没事。我不相信俺家会有那么值钱的银元啊！俺堂兄弟既然要我分200万给他，天天去我家闹。你这个银元不仔细看的话，它就是一块3年的冤大头。你仔细看这个地方，确实是有一行英文字母。这个银元啊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签字版冤大头。对他们说的就是什么签字版，还在网上找什么外地的专家看，说最少值500万。那如果这个银元对的话，值500万也确实无可厚非，因为你这个银元状态、品相各方面来说还都不错。这银元在你手上，咋恁堂兄弟要搁你这分中200万，这于理不通啊？其实这个银元是俺奶奶，10年前去首饰店准备给我加工银手镯的，银元都给师傅了，结果我又撵着要回来了。当时我都纳闷，给他们呢明明是一个白的，到我手里现在变成这样的了。所以自家的银元啊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一定要保证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，避免被别人给你调换了。我当时就怀疑被他给我调换了，因为年龄小，也没好意思张口问。你这没问不当紧，你知道你这个银元如果是对的，就平时我们个人建的银元啊。和这种签字版冤大头比起来，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因为这种签字版冤大头属于样币，在过去啊，压根儿就没有发行过。要不是今年过年，我堂兄弟来我家一趟，我也不知道这块银元这么贵重。你说我们个人家里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银元呢？我跟你说吧，这种签字版的大头啊，咋说我们个人家里边没有，因为这种样币在过去管理很严格，常人啊根本就接触不到。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给别人一块白色的，结果换过来一块黑色的，这很明显啊，就是别人给你调包了。所以那老板傻了，我用一块普通的银元，他会给我发一块几百万的币，这不可能啊！在利益面前啊，是存在这种可能的。我刚才说是真币价值才500万左右，那如果是假币，别人稳赚不赔。就以10年前为例吧，一块无伤无戳的冤大头啊，市场价在800左右。如果带个板的话，那就翻番，品相好一点，翻几番都有可能。而他拿了这一块给你调换的话，最少啊能赚你几百没啥问题。不可能，我堂兄弟在网上都估过价了。这一个给480万，另一个给500万。网上的估价都是噱头，价格给你报低了，对你也没什么诱惑力。具体值多少钱啊，还得看实物的状态。而你这个签字版啊，连我这一关恐怕都过不去。样币啊，必须得是全身版。你看你这壁面压力很富，尤其是它这个内齿，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弱打的。我看这个边齿啊也砸不出符，充其量也都是一块真银假币呗。那你这样说的话就不对了。那为什么网上专家能给几百万？这怎么解释啊？那我只能这样告诉你，网上专家给你报高价，那都是骗局。他们只为骗取你的这种各种鉴定费、拍卖费，抓住你啊想卖高价的这个心理特征，使劲的割你的韭菜。当你带着银元啊风尘仆仆的去找到他们，到最后钱也花了，银元100%也给你卖不掉。现在有很多人啊吃这上面的哑巴亏，因为像这种银元啊，说实话它就值100来块钱。
你和我堂兄弟说的正好相反，是100多块钱的话，那我让他去鉴定拍卖吧。你让他拍卖，你能有这种态度啊？足以说明你是少有了人间清醒。让咱堂兄弟去试试也行，不然啊，他一直缠着这个事儿不放，你们之间的这个兄妹感情啊，也会有一定的影响。但是你让他记住一句话，你过去啊，就是卖银元了，在他们没给你钱之前，让他千万记住了，1分钱也别给他们。说实话，你为了这100多块钱的东西，别到时候再花个几百、几千、几万了，说实话，那就是吃大亏、上大当了。你这个问题啊，一定得跟那堂兄弟一定得说清楚，避免出现上当受骗。行，你说的话我一定给他带到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拿回去吧。